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婆，老婆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，等妙妙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就会离开，到时候这个孩子就叫昭兰。昭兰，朝朝如月，岁岁安然。等我们的孩子出生了，就叫他昭兰吧。嗯。所以，你跟秘书苟合生下的野种，打算养在我的名下，还妄图取代我的呢？陆时言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同意？是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难道你让我跟你一起绝后吗？宋书记，明明是你自己不能生，难道你要自私的让陆总也绝后吗？苏叔，你干什么？妙妙怀着我唯一的骨肉呢。是，别用你的手碰我，嫌脏。陆时言，你就那么确定，他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？你什么意思？陆总6年前因为车祸导致生津功能丧失，以目前的医疗水平，陆时言，6年前的车祸，好疼！妙妙，你没事吧？走，你去看医生去。陆时言，我们子树。谁还记得在日之中的告白？老婆，这份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过字了。如果有一天我背叛你了，我愿意把集团的1半股份都送给你，我自愿净身出户。你好，我要离婚。协议没问题，但办理离婚需要你先生本人到场。陆时言恐怕都忘了这纸协议，现在的他肯定不会同意净身出户。一定要他本人亲自到场吗？有他签字的授权书也可以。喂，宋叔，来一趟医院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让陆时言签了这份合同书。你这个烂货，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想害死我唯一的亲孙！我今天打死你这个毒妇！我忍了你6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任你欺辱。伯母，他这个6年都不下蛋的母亲，竟然敢对我动手！离婚！现在就跟这个贱货离婚！妈，消消气。宋叔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怎么能对妈动手啊？你妈她刚才对我动手的时候，你眼睛瞎了？还不是因为你生不出孩子？再说了，妈她是长辈，教训一下你又能怎么样？应该的呀。老婆，
要不给妈跪下来道个歉，再大大方方的承认，以后会把妙妙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对待。我就全妈原谅你啊！你让我认一个野种当孩子？宋书记，我不是真的要拆散你和陆总的，我只是太爱实验了，不想他因为你断子绝孙。你不想他断子绝孙？你肚子里怀的，你还想在陆家继续待下去？不下跪道歉也行。妙妙最近老梦见你6年前流掉的那个贱种，我记得我儿子给你求了一个平安玉，你把这个玉送给妙妙赔罪。老婆，这块玉是我3跪9叩求来的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但是这块玉一定可以保佑你平安顺遂的。我相信，以后我们一定还会有属于自己的孩子。以后我们依旧叫他朝兰，啊！宋叔，妙妙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不能有差错，这平安玉你就让给她。一个小三怀的野种，他也配？宋叔，你够了！我知道我擅自让妙妙回，对你来说有点不尊重你，但我这么做不还是为了你？为了我？宋书记，明明是你自己不能生，害得陆总无后，还要被外人指指点点。现在他只是希望你有一个孩子，可以不要再被人骂，他又有什么错？你看，连人家妙妙都能理解我的苦衷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理解一下我呢？明天妈会办一场家宴，到时候会邀请所有的亲戚，通知他们陆家有了继承人。你在家宴上只要大大方方的承认，你把妙妙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对待，妈她就会原谅我。你让我当着亲戚朋友的面承认一个野种？妙妙的孩子以后就是你的孩子。好。只要你在这上面签字，我就答应。妈她都说了会原谅你，不会把你从陆家赶出去，非得让我在保证书上签字儿。行，只要你承认妙妙，这保证书我签了就是了。喂，王医生，麻烦你把陆实验不能生育的检查报告调出来，明天我来取。陆实验，我替你背负了6年不能生育的骂名，以后这名声你可得自己背了。陆实验那蠢货，到现在还以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呢。听说陆实验的那一半股份跟宋叔的保证在一起，我动不了，现在死老太婆手里还有一半。那老东西可宝贝这孩子，这股份不愁我们骗不上手。我原本以为楚妙妙只是想嫁入豪门，真是没想到。他的野心竟然这么大！感谢大家今天来啊！百忙之中而来。哟，恭喜啊，表哥，
陆氏集团后继有人了。哎呦，前些天还有传言说是实验不能生，果然传言不能信啊！就不知道这么大张旗鼓的办家宴，我那侄媳能接受吗？他是非洲人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是宋叔他自己的身体出了点问题，他当然。陆时宴大张旗鼓办家宴，就是想告诉各位，他老来得子，这陆家家产啊，你们这些眼红的亲戚就别想了。等楚妙妙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，就会寄养在我名下，到时候各位可别说这是小三的遗产。宋叔，今天来了这么多亲戚，你别胡说啊！哈哈。我老婆的意思呢，是说以后这孩子呀，就是陆家的正式继承人了，以后少不了叔伯们扶持啊。一个苟合偷情的野种，也配当继承人？我说他是继承人，他就配。今天我就将我名下所有的股份赠送给我未来的金孙。省得蒙系外人以为我儿子无后，对陆氏集团指手画脚。谢谢伯母，这死老太婆终于要把股份传给我了。这可是陆氏集团1半的股权，一旦交出去，相当于陆家1半的资产都易主了。谁让宋叔他不能生啊？这偌大的陆氏集团，都是便宜了这私生子。你就不怕这楚妙妙肚子里怀的不是陆时宴的孩子啊？宋书记，你怎么能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造我的黄谣呢？你就这么容不下时宴的孩子？是我容不下他，还是他根本就……这个毒妇，你给我闭嘴！还好当初你怀的流掉了，像你这么歹毒的妈，生下来不知道会是什么东西。不像妙妙善解人意，生下来的金孙肯定孝顺。那你就把这陆家1半的财产给你的好金孙吧。快签，快签啊！妙妙，以后陆氏集团就交给我的金孙了。好，股份到手了，我得找个借口离开这。说起来呀，你还要感谢妙妙，要不是妙妙答应陆家传宗接代，你就是陆家的罪人。你给妙妙敬杯茶，认个错。如果受了伤，刚好借机去医院脱身，顺便还能报复一下这贱人。宋书记，以后就由我的孩子来继承陆氏。妙妙，妙妙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肚子！这血里怎么会有针？他刚刚喝了宋叔的茶，难道他在茶里放了针？你怎么能这么歹毒啊？这是想让陆家绝后啊！宋书记，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要害死我的孩子吗？谁呀？快送我去医院，我肚子好痛。好，走。陷害完我就想跑啊？陆总，我肚子好痛。宋叔，把手拿开，我要送妙妙去医院。妙妙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有3长2短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对一个未出世的孩子下如此毒手，你还不让孕妇去医院，活该你当时被车撞到流产。当时怎么不撞死你啊？
我生不出孩子，你自己不能生，还不让妙妙生，你这是要让陆家断子绝孙啊！你这个毒妇，就该拖出去打死！你这个不下蛋的浪货，你自己克死了6年前你那个贱种，现在还想害死我唯一的亲孙吗？唯一的金孙，不好意思，可能要让各位失望了。来，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陆时言6年前就被确诊为死精症，他根本就生不了孩子。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！明明不下蛋的就是你，怎么可能是？陆时言确诊死精症。这怎么会这样？儿子，这份体检单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可能是终身不孕？不可能！明明是宋叔不能生育啊！宋叔，我知道你妒忌心重，仇恨妙妙肚子里怀了我的骨肉，可你怎么能伪造这张体检单，诬陷我不能生育呢？我污蔑你，陆时言，6年前那次车祸，你被碎玻璃扎伤了下腹，伤及了根本，所以真正被确诊不育的人是你。医生，我最近时常感觉我下腹很疼痛，体检结果怎么说呀？哦，腹部被玻璃扎伤，伤口啊有些感染，发痛是正常的，其他的一切正常，没有什么影响。宋叔啊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满嘴谎话了？6年前王医生明明亲口告诉我说我身体没有任何问题，根本就不影响生育。幸亏实验问了医生，不然真会被他那个造假的给骗了。自己有病不能生，还污蔑男人生不了，这陆家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一个恶毒的儿媳妇进门？宋叔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啊？我当初害怕你接受不了，所以才求着王医生不要告诉他。既然你不相信，那我们现在就打电话，亲口问问他。宋叔这个贱人，恐怕笃定了陆时言不能生育。不行，肚子，我肚子好痛，你快送我去医院好不好？好。宋师姐，你一定要拖延时间，一定要害死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你才甘心吗？喂，宋女士，有什么事吗？王医生，这个毒妇记恨我儿子后续有人，就造了一份体检单，非说我儿子6年前腹部被玻璃扎伤，终身不育。陆总有后，这不可能啊！6年前他就已经确诊了死精症。陆时言竟然真的不能生育！喂，王医生，6年前你明明亲口告诉我说，陆总，抱歉啊，6年前你确实确诊了死精症，只是你的太太宋女士怕你的生意受影响，就委托我一直瞒着你。你确诊了死精症？不可能，一定是骗我的，一定是骗我的。妙妙肚子里都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如果我终身不育，那你肚子里怀的是？陆总，我肚子里真的怀的是你的孩子，你难道不信我吗？宋书记，你以为买通医生做假证就能毁了陆总唯一的骨肉吗？6年前，你可以买通医生隐瞒病因，今天你也可以买通医生替你作假，所以这份体检单就是你造假的。是啊，王医生6年前能被宋叔收买，现在也肯定行啊。好啊，
你为了害死实验唯一的孩子，你竟敢收买医生作假！你这个毒妇，为了我们陆家容不下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媳妇。儿子，赶紧跟这个贱人离婚！我是绝对不……我同意离婚。你说什么？你同意离婚？你一个身世背景全无的捞女，好不容易嫁进豪门，陆太太这个身份，你真能舍得？妈，我是不可能跟宋叔离婚的，我答应过要爱她一辈子的。宋叔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你赶紧给大家道个歉，让我到门口跪着好好的反省2天，否则你就跟我离婚。就凭你做的这些脏事儿，我打死你都不为过。你要是还想继续留在陆家，就去祠堂跪上3天，保佑我的乖孙儿。可惜啊，我跟陆时宴已经离婚了。离婚了？儿子，你什么时候跟这个贱人离婚的？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跟你离婚的。宋叔，你为了逼我放弃妙妙肚子里的骨肉，连离婚证这种东西你都敢造假？我都已经答应了把妙妙肚子里的骨肉寄养在你的名下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这证件是真的。哼，离婚除非本人到场，要不然就是签委托书。我根本就没有签那种东西。你签过呀？在医院。在医院。行，只要你承认妙妙，这保证书我签了就是了。所以，你让我签的不是保证书，而是离婚委托书。啊，宋叔，你怎么能让我签委托书呢？不可能，我不同意离婚。没想到宋叔竟然真的能舍弃豪门太太的身份，他疯了吧？宋叔这个老女，居然能接受净身出户，有什么不同意的？依我看，早该离了。既然你们都离婚了，那就早点滚蛋！别墅的一针一线都是我儿子的，你都不能带走。这套礼服也是花我们陆家的钱买的。来人，把它给我拔下来！不好意思啊，陆夫人，要让你失望了呢。该滚出别墅的人是你们。这份离婚协议上写着净身出户的人可是陆时宴呢。啊！我儿子净身出户，不可能！这合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真把你名下的财产都给了这个捞女了？没有的事儿，妈，我最近根本就没有签过任何离。你，老婆，这份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过字了。如果有一天我背叛你了，我愿意把集团的1半股份都送给你。我自愿净身出户。宋叔，6年前我签的协议，你把它用在离婚上了，你怎么敢的呀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贪得无厌了？宋叔，咱俩结婚了6年啊！我让你住豪宅、开豪车、跨越阶层，我只不过是想要一个孩子，你就一定要给我离婚？你怎么这么狠毒啊？是陆时宴，当初可是你自己发誓，如有背叛，自愿净身出户的。现在，你让你的女秘书怀上了野种，带
带着他登堂入室，大办家宴，是你先对不起我的。还不是因为你生不出来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让妙妙怀孕啊！你到现在都不相信自己患有死精症的事实啊？好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你这好情人是怎么把你当蠢货玩弄的。虽说陆时宴的那一半股份跟宋叔的绑定在一起，陆总，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就因为这个孩子不在宋叔肚子里，我就要受这么大的屈辱吗？宋书记，你已经拿走了陆总全部的家产，这还不够吗？你一定要让他断子绝孙才甘心是吗？啊！我求你，我求你别再造谣了，我愿意把孩子生下来就离开。你跟陆总和好吧，好吗？妹妹，当初我就不该同意我儿子让你嫁进陆家。我不管你打的是什么算盘，现在你必须把股份和产业还给我儿子，否则……洗洗脑吧，你们这群蠢货！陆时宴，体检单和离婚证我已经送达了，你自己爱信不信。现在这套别墅在我的名下，你们立刻给我滚出去！来人，送客！苏叔，你一定要这么绝吗？不是，你这个贱人，该净身出户的是你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苏叔，苏叔。哎，妈，你没事吧？这陆家的产业跟股份怎么能落到一个生不出蛋的老李手里呢？就是时宴，你糊涂呀！你怎么能签净身出户这种协议呢？哎呀，我也没想到他会把协议当真。走了。那可是陆氏集团1半的股权和多处房产呢，价值数亿呀！就算要给，也该给我唯一的金孙啊！价值数亿，这死老太婆这么相信，等我抢到宋叔手里那1半财产，再跑也不迟。可怎么办呀？那么多钱，那个贱人也不怕他撑死。嬷嬷，我有办法。就这么办？不行，妈，我跟宋叔还没有走到那一步，而且他肯定不是真的想跟我离婚，他敢这么跟我闹，无非就是想用集团的股份逼我服个软。只要我给他个台阶下，他肯定会跟我复合。那要是宋书姐不肯的话，不可能，我很自信，他爱惨了我。我现在就给我岳母打个电话。喂，岳母，是我。这2天肯定不会太平，要辛苦你们了。把奖金拿下去分了吧。谢谢大姐。喂，什么事儿？叔叔，你爸从2楼楼梯摔下来了，你赶紧回来一趟。我让
让陆时宴净身出户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回宋家躲2天清静也好。哎呀，你们说说，这个小叔都跟实验睡了6年了，都生不出来孩子，这要是真跟实验离婚了，这谁还愿意娶她嘛？妈，别这么说，要不是陆实验出轨你秘书，让人家怀孕了，小叔怎么？实验都跟我说了，孩子要是生下来呀，就寄养在小叔的名下，然后他们一起把孩子养大。你说现在哪个有钱男人不出轨吗？笑，你二姐都要闹离婚了，你还在这里看？这离就离呗，反正答应我的奔驰必须买给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二姐，小叔回来了。二姐，你回来了啊！听说你跟二姐夫离婚了，陆家那么有钱，你没分个千800万的？小叔回来了，就等你吃晚饭了，快坐，妈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鱼。小叔，来，坐。哎呀，那个小叔，快，你看，这是你最爱吃的。我不爱吃鱼。不爱吃也吃一点啊，鱼有营养啊。哎，对。7年前，我吃鱼刺卡住，求你们带我去医院。哎呀，你给了我1巴掌，说我矫情，让我多喝点水就咽下去。小心点口水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得了咽喉炎，再也吃不了辣的东西了。妈把这事儿给忘了，但是你爸他一直记得，你有咽喉炎，所以呀，他专门爬起来熬了雪梨汤，他为了给你熬这个汤，把腿都给摔断了。哎呦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这，哎呦啊！他说雪梨汤润喉，快尝尝啊，尝。是啊，姐，爸妈只想着你，我想喝一口，他们还训我。爸妈只想着我。孩子，来吃梨。我也要。嘿，妈，我今天只买了1个梨，不够分，下回再给你买啊。好，行了。那个，你看那厨房的地多脏，去把地拖一下。当年分离只配站着看的女儿，如今有利用价值了，竟然能喝上父亲亲手熬的雪梨汤了。别跟我打感情牌了，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？说吧。小叔，我听实验说你因为女秘书怀孕的事跟他闹离婚呢。妈是觉得吧，出轨是他的不对，但是小叔，你说陆家呢是本市的豪门，他想要个后代也是没错的，是吧？所以妈觉得呀，你就给实验道个歉，然后把他们的私生子当自己孩子养，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姐，男人嘛，无后为大。你既然不能生，姐夫让别人替你生多好啊！你别不知福啊！小叔，其实实验他是个好男人，
这些年对你的好，我们都看在眼里的不是？我担心你以后离婚了，这都在这装神呢，是怕我离婚以后你们过得不好，还是觉得离了陆家，从我这儿再也要不到东西了？是小叔，谁再敢多说一句，这栋市中心的别墅，车库里的2辆豪车，还有我这些年给你们的珠宝首饰，我全都收回。姐，你疯了吗？你怎么？小叔，妈不说，我们都不说，爸妈尊重你的决定。小叔，其实是陆时言打来电话，他不想跟你离婚，想我们劝劝你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替你做决定的。小叔要是真不愿意跟陆时言复婚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我还想着儿子要是毕业了，去陆氏集团当个什么高管呀？哎呀，妈，要不算了吧？算什么算？你的工作是让宋叔给你找好了，我的呢？他俩必须复婚。哎呀，可小叔是铁了心要离婚了，我们要是再多说2句，恐怕……嘿，爸妈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我们给陆时言打电话，就说。哎呦！哎呀，好，好主意！我没喝。时言，叔叔，慢点，我头好疼啊！你先走。我好想你啊！陆总，头疼就先睡一觉，等睡醒就都好了。叔叔，我头好疼。来，这是我熬的醒酒汤，喝了就不难受了。叔叔，我头好晕啊！使点劲儿。还疼吗？有没有舒服一点？嘿。怎么是你？宋叔呢？我喝了那么多酒，他怎么不来照顾我？差点忘了，他还在生我的气。陆总，都怪我不好。如果不是我惹了宋书姐不喜欢，她也不会狠下心来跟你离婚的。宋家那边现在有说什么吗？宋书姐什么时候可以把股？宋书姐什么时候可以跟你复婚？能接受我肚子里的孩子？没有。宋叔，要是有你一半的善解人意就好。哼，我可不是宋叔那个恋爱脑。等我拿到陆氏集团的全部股份，你跟那个死老太婆
就等着扫大街吧。我就说吧，只要我给他一个台阶下，他就会迫不及待地滚回来。喂，岳母，宋叔他答应跟我复婚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不同意？宋叔说了，我们要是再劝他跟你复婚，他就把之前送我们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收回去。他到底要欲擒故纵到什么时候啊？他被我睡了6年，如果我不娶她，谁还敢要她？姐夫，我二姐就是介意那个私生子，你看能不能把那个孩子打？他就这么自私啊？自己生不出孩子，让我们陆家陪着他断子绝孙吗？更何况我都已经答应把妙妙肚子里的孩子寄养给他了，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告诉他，如果他明天再回来，这辈子就都别回来了。姐夫，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俩复婚。什么办法？俗话说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女人嘛，她不过就是情绪上头。只要到时候你俩再睡一觉，那么好。宋叔跟我闹，无非是介意妙妙的孩子不是他亲生的。哼，罢了，我再给他最后一个台阶下。我处理的，今晚不回来了。那谁？老婆，我好想你呀。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？陆时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看到我是不是很惊喜啊？我知道，你不喜欢妙妙肚子里的孩子，但那是我唯一的骨肉，你懂点事儿，别给我闹了啊！陆时宴，你疯了！我们已经离婚。好啊，我知道。这阵子是我忽略了你，让你怨气很大。你有什么气就往我身上撒，但是不准跟我提离婚。陆时宴，你冷静一点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陆时宴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这是犯法！我不想再听到离婚这2个字了。我是不可能跟你离婚的，你永远都是我的。陆时宴，你真是让我觉得恶心！马上给我滚出去，滚！恶心？宋叔，你跟我在床上睡了整整6年，6年！我他妈只不过是想要个孩子，你就要跟我闹成这样是吗？宋叔，到底我怎么做你才能理解我呀？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生不出孩子的人是你，楚妙妙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。你够了，宋叔！我希望你把妙妙的孩子当作亲生孩子一样去对待。如果你还是做不到，过了今晚，我们明天去医院做试管。只要试管能成功，我就考虑把妙妙的孩子留掉。陆时宴，我不管你留不留楚妙妙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是永远都不可能复婚的。
我们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你好。好了，宋叔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房门是从外边锁上的，里边是打不开的。宋叔，连你家里人都能不理解我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宽容一点呢？啊？等过了今晚，我们就去做试管，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，这样你就再也不会跟我离婚了。放开我！放开！宋叔，你。陆时言，6年感情，我本想着体面一点结束，但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让我觉得我不该对你仁慈。宋小姐，什么吩咐？2楼卧室，装起来。你们什么人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宋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现在有事的。是他们。小叔，我刚刚听见你在楼上喊，你是跟石燕闹矛盾了吗？耀妈说呀，她心里还是有你的，凌晨开车3个小时过来哄你，你说有几个有钱男人能对你这么好？所以是你们默许陆时燕侵犯你们的亲生女儿的，对吗？姐，你怎么能说话这么难听呢？石院他又有钱，他对你还体贴，你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宋叔，你敢打我！小叔，别打了，门是我锁的。你有什么怨言的话，你就打我，别怪妈和弟弟，他们都是为了你好啊！哎呀，小叔你，我什么都没说，你不能打我吧？啊！你们口口声声说爱我，
把门反锁，不顾我的意愿逼我就范就是爱我。其实我从小就知道你们不够爱我，但是我以为啊，就算没有爱，我也是你们不可割舍的亲人。哎呀，小叔，你回家就回家吧，你买这么多东西，哎，这个好啊，你看，哎呀，还有这个，所以这6年，我对你们是有求必应啊，房子啊，车、项链、工作，我一样没少过你们。但直到今天，我才发现，我根本就不是你们的亲人，我只是你们索取利益的牺牲品。小叔，小叔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以为你跟陆师爷还是有感情的，你们只是在闹脾气，我想帮你一把。你所谓的帮我，就是不顾我的求助啊！你们的好让我恶心。小叔，小叔，哎呀！小叔，你还是跟石燕复婚吧。那石燕专情又大方，他答应了，只要你们复婚了，他就会给你弟弟买这。妈，总之，小叔，你身体不能生，你现在又离异二婚，除了石燕，没有人会娶你的，小叔。你们对我既没有爱，又没有尊重，这除了血缘关系也不剩下什么。既然你们这么偏向陆时燕，那我就把我之前送给宋家的所有东西，全部都收回。这怎么行？把宋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走。带不走的，全都给我砸！是宋小姐，多少？不能砸，那些都是我的！哎，不要！哎呀，小树，爸爸求你了，不要这样啊！不要！小树，爸爸求你了，这么多砸呀！这个是给我未来儿媳妇准备的湿巾，结婚给她打首饰用的，你不能拿！你不能拿！你不能拿！妈，你不能拿！妈，这不能砸！这是我收集的绝版手办，宋师傅，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，你怎么能小叔。小叔，求求你别砸了，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逼你和陆时燕和好了，我求求你，快让他们停手吧！妈，好端端的怎么闹成了这样？我们作为家长就是想劝你和他复婚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绝情？妈，你错了，是你们先绝情。小苏啊，我们可是含辛茹苦的养了你20年了，现在你翅膀硬了，就连父母亲情都不要了。父母亲情有过吗？当年你们收了陆家1万彩礼，害得我在陆家人面前抬不起头的时候，可曾顾念过父母亲情？以前
我确实渴望过父母的爱，但现在我好像不需要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逆女！你一个离婚二册的孤女，生无靠山，你还敢和我们断绝关系？有可不可？宋小姐，东西都已经装好了，至于那些带不走的，都已经清理了。走吧。小叔，你别走，是妈利益熏心，相信那个陆时宴才把他放进来的。你是妈亲生的呀，妈一直爱你，你原谅妈好不好？你不能走，你可是我亲姐姐，你不能不管我。你嫁入豪门就抛弃了父母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妈，弟，以前确实是，但以后我不需要。宋叔，你别后悔。这些房产跟首饰能卖的都卖掉了，辛苦了，都下去领奖金吧。谢谢宋小姐。陆时宴，我本想念在结婚多年的份上跟你好聚好散，但你为了逼我复婚，跟宋家人联合起来妄图折辱，跟我离婚，你才会后悔。别怪我反击了。喂，宋小姐，我持有陆氏集团51%的股份，对现任总裁是不是有一票否决的权利啊？是。这个月的股东大会我会参加，另外帮我查一下丑妙妙的过往，事无巨细。陆时宴，我说过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我这是宋叔，你作你闹，我亲自跑到你家来哄你。你建议妙妙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就带你去医院做试管。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快来扶一下，扶一下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小叔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啊？他把别墅也全都给我们砸了！哎呀，真的是时宴呐，我为了让你们和好啊，真的是把老底儿都搭上了。是啊，姐夫，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啊！哎呀，小叔说要把这套房子也收回去。哎，好女婿，你宁夏产业多，要不先分2套房子给我们先住上啊？哎呦，我都净身出户了，哪还有什么产业？宋叔，真狠心啊！妙妙说要利用网暴逼你服软的时候，我就不该心软。等我处理完宋叔的事，自然不会亏待你们。
妈，宋叔把家里边能拿走的都拿走了，姐夫要是再不管我们，不会的。小叔2婚离异还不能生育，除了实验，谁还会娶她？他要是作够了，就会选择复婚。喂，苗苗，你确定按照你的方法，宋叔他能跟我认错？当然，现在的人都同情弱者。宋叔在家宴上差点害得我流产，肯定会被喷死的。到时候他肯定扛不住压力，肯定会哭着来求你复婚的。好，就按照你的办法。好，等把宋叔手上那一半的股份拿到手，那个老不死的肯定会都送给陆子。你赵四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可是陆家。我呀，来看看咱们儿子呀。听说那姓宋的把那个陆实验死精症的集血单拿出来了，你没被发现吧？没有，到现在陆家那些蠢货还以为是宋叔欲擒故纵造假。咱们已经拿到陆家一半股份，够他们在国外啊衣食无忧了。苗苗，要不咱们收手吧？不行，宋叔那个捞子凭着离婚从陆家分走了大半财产，凭什么？那些本来是咱们儿子的，那可是数亿。只要你帮我，我就有把握。可是万一……没有什么万一。到现在，宋叔和陆家那些蠢货还被我耍得团团转。到时候，只要我在家宴上把他虐待我这个孕妇的视频传到网上，到时候再……他肯定会求着我出面，帮他澄清舆论。你看这个视频，居然有人给孕妇喂嬴政，太可恨了！以前你虐待我的那些事情，我原谅你。他刚刚喝了宋叔的茶，难道他在茶里放了针？你怎么能这么歹毒啊？这不是咱们陆总夫人吗？我以前在年会上见过她。难道陆总30多了还没孩子，是因为他生不出来啊？天哪，快点进去看一下。我叫楚妙妙，今天在这里，我要向宋淑女士道歉。我不应该在宋小姐离婚分走全部财产之后答应陆总的追求，我更不应该留下陆总唯一的孩子。真没想到宋小姐居然是这样的人。对呀，姓宋的跟陆总离婚，居然分走了所有财产。我不知道宋小姐不能生，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不会同意伯母办家宴的。我好不容易怀上孩子，却被造谣不是陆总的，还差一点被吞针害死。
这种蛇蝎心肠的贱货就应该千刀万剐。难怪有钱人不敢娶捞女，自己被玩烂了，怀不上孩子，离婚了还要捞走全部家当。宋叔，你完了！宋小姐，我向你下跪道歉。我愿意把孩子打掉，也不会和陆总结婚，但我求你，不要再造谣了，好吗？怎么会有这么歹毒的人呀？他自己怀不上孩子，就非逼得楚小姐也要流产吗？干嘛？我又没说错。跟这样的捞女结婚，陆总简直是荡气。你说的没错，遇上我算是你倒选的。让财务给他们结工资。叔叔，我爱你，所以能包容你有作有闹，但你不该得寸进尺。不出3天，你就会来找我复婚的。诸位，楚妙妙能力出众，让她担任南部分区的总经理，大家没什么意见吧？好。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意见，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楚妙妙就是南部分区的总。我不同意。宋叔，我就知道你还是离不开我。只要你答应。以后将妙妙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我就不计前嫌，同意跟你复婚。陆时燕，我今天来可不是跟你复婚的。这作为陆氏集团最大的股东，我有权利一票否决所有权。什么？宋叔，妙妙肚子里怀的可是我们的孩子，你做事别太绝了。更何况我把她调到南部也是为了……我宣布，罢免现任总裁陆时燕的职位。罢免总裁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宋叔，你疯了？你能不能别作了？你赶紧跟各位股东说你是来跟我复婚的，快点！我作？陆时燕，你是不是以为只要你道个歉、服个软，我就会原谅你啊？不是，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难不成让我跪下来发誓不成？陆时燕婚内出轨，让楚秘书怀上了他的野种，被净身出户。现在这陆氏集团1半股份归我，我有权利。陆总，你怎么了？那个什么净身出户呀？他跟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把这位前总裁请出去。哎，请吧。宋叔，你听我说，大家快看热搜。陆总正在开会，你们不能进去，不能进！哎，宋小姐，你是因为自己生不了才虐待怀孕的楚明月小姐吗？请问你在孕妇的茶水里放银针，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？有评论说你出车祸流产，你这么恶毒，生孩子是被你渴死的吧？宋叔，如果你求我，在保证以后会乖巧懂事，我可以考虑信托呗。陆时燕，你们就这点本事吗？你是
哪家传媒的记者？世新。给世新传媒发律师函，他们家记者对我人身攻击。首先，网络上监控里那段银针不是我放的，是楚妙妙自导自演。其次，这不能生的人可不是我，是我这患有死精症的出轨前夫。陆总患有死精症。陆总，请问你前妻说的是真的吗？如果是你不能生，那你现任女友楚妙妙怀的是谁的孩子？这够了！宋叔，你在记者面前也造谣我是吧？啊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私狠毒了？我造谣？那就请诸位记者好好看看这份死精症体检上的名字到底是谁。真的是陆总，真的是陆总。陆总，你真的有死精症啊？假的，这全都是假的。6年前王医生就说了，我根本就没有病啊。宋叔，这都是你捏造的。我捏造？你自己去医院调取一下，你看咋整？你一定是……宋叔这么肯定，不会是我真的有？不可能，一定是他在强撑嘴硬。就算陆总不能生，也不是你残害孕妇的理由。没错，你恶毒到连一个未出生的婴儿都不放过，就因为楚小姐怀了孩子，就多次虐待她，你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不需要解释，明天下午我会直播揭穿她的真面目。现在我还要继续召开内部会议，慢走不送。请各位离开。离开！不是，宋叔，你把话给我说明白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不是，你是宋叔，你为什么不肯承认是你自己生不出孩子啊？你一定要把我逼得断子绝孙，你才甘心吗？我捏造，你自己去医院调取一下，你看咋整？好，既然你不死心，我就让你认清现实。喂，你去趟医院，给我调出6年前我车祸重伤的体检单。陆总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这么大的反应干什么呀？哦，我是听网友说素叔姐今天去公司了，现在全网都在声讨她，她应该知道错了吧？宋叔他死不悔改，非说我有死精症，可是你肚子里都已经怀了我的孩子。妹妹，这些是怎么？你肚子里怀的确定是我陆家唯一的骨肉吧？当然。好，正好宋叔这个毒妇说明天要开个什么现场直播，要澄清一下事实。妹妹，正好你就陪我去做一个亲子鉴定，我们在澄清会上让他无话可说啊！难道陆诗燕这个蠢货开始怀疑我了？虽然羊水穿刺会伤到孩子，可如果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，那我愿意去医院。妹妹，还是你善解人意啊！
等我把陆家的产业都骗到手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走，现在就说吧。3次手术已经做完了，一旦结果出来，陆时宴肯定会杀了我的。护士，鉴定结果出来了吗3次鉴定需要1天，明天下午5点记得来医院拿结果。好，谢谢。5点，还好，宋叔明天下午值班，等我把剩下的1半股份抢到手，再跑也来得及。淼淼，等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我看宋叔他还怎么跟我狡辩。走。哎呀，我的亲孙啊，肯定是遭了不少的罪吧？淼淼怀孕，这才几个月啊！你好端端的去做什么穿刺鉴定，伤到了我的孙子怎么办？妈，明天宋叔他……宋叔，那个不下蛋的烂货，自己生不出孩子，还造淼淼的黄谣。哎，淼淼，让你受苦了。没关系的，伯母，只要能为陆家传宗接代，我承受什么样的污蔑都可以。但我只求孩子出生以后，宋叔姐不要虐他，让他最后无家可归。宋叔那个恶妇，复婚了肯定不会善待我孙子。淼淼，这是我所有的房产，都是市中心的别墅和商铺，价值上亿。以后啊，都交给我的亲孙了。等孩子出生以后，我一定让他好好孝顺奶奶。好。董总，这是家宴当天楚妙妙陷害你在茶室里放银针的监控。这是在医院楚妙妙去做产检的照片。做得不错，等到明天澄清会议开始，你就把这些证据都发到网。二姐，你离婚分了上亿资产，不能不管父母的死活呀！姐，我求你了，把我们的房子还给我们吧！姐，说。干嘛呀，小叔，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你要是跟石燕复婚了，你就还是陆家的少奶奶。你看，你连孩子都不用生了，这不是？3秒，马上滚，不然的话，我叫安保。小叔，你这么冷血无情，会后悔的。走了！哎呀，小叔，你听我，别跟他说了，赶紧回去换衣服。走了。是的，昨天宋叔去陆氏集团威胁石燕，说我要是不把孩子打，他就会罢免石燕的总裁位置。他就是一个毒妇，骗得我儿子净身出户还不够，还让我们陆家断子绝孙了。就是，我妈就因为做了她不爱吃的红烧鱼。哎呀，姐，这个时候还护着她，她被保镖把我们家都给拆了，而且说我们都不爱她。啊！虐待孕女、残害亲人，这种人啊，根本就不配活着。这宋叔也太歹毒了。就是，宋叔，被亲人背叛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吧？敢抢我孩子的股份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我们现在身无分文，我们现在没有1分钱，我们
接头，是不是？麻烦你们去告诉他，我们真的很爱他。哎呀，叔叔来了。哎，苏小姐，请问您父母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可我怎么看到你们昨天离开别墅之后，就直接住进了总统套房？小叔，自从你把家里的房子和车子抢走以后，我和你爸身无分文啊！小叔，你有钱了可以不认我们，但是你不能乱说话呀，是不是不能胡说呀？连自己的亲妈都不管，我呸！白眼狼！宋小姐，你靠着离婚分的数亿家产，逼着现任妻子流产，连亲生父母都不认，你这么恶毒，就不怕再来次车祸撞死你吗？还真是开玩笑！哎，这不会有你这么坏的女人，这么恶毒的女人。你们就那么确信，恶毒的人是我？你昨晚凌虐父母的照片已经在网上传遍了，你有什么好狡辩的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眼下跟风的各位好好看看，我的亲生父母究竟是怎么对我的。首先，宋家的所有东西，包括掉在地上的一根针，都是我出资购买，我有权收回。其次，一对不顾亲生女儿感受，把我送给外人领主的，不配。什么？强迫？你！开门！姐，爸，开门！快开门！你们居然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别人欺辱！不是的，那个是这男人就是陆时宴，那个就是她老公啊！她跟她老公住在一起都已经6年了，六年了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多这么一次又有什么嘛？对，真是的。好了，都别吵了。宋叔是我的女人，我睡我自己的女人，天经地义吧？是夫妻生活嘛？什么夫妻生活能这样？就是，你们听，他承认了。真账！就是，即便离了婚，我也得被他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任他欺人。真没想到啊，陆总看起来是个人样，居然是个强迫犯。哎呀，天底下怎么有你们这么恶心的父母啊？还爱孩子，我呸！我呸！不是这样子的，你不要乱讲。好，我承认，那天我对你有点鲁莽了。但是宋叔，是你自己生不出来孩子，你想要害死妙妙肚子里的骨肉，这是不争的事实吧？我生不出孩子，陆时宴，到现在你还没去医院做亲子鉴定吗？我确实是去做了鉴定，算算时间，结果也该出来了吧？宋书记，明明是你自己玩坏了身子，你为什么非要诬陷是陆总不能生呢？宋叔，只要你跟陆总复婚，就帮你证明清白。啊！在媒体面前还玩这种假摔的把戏呢？楚妙妙，你别以为你还能再陷害他们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。妙妙，宋叔，妙妙她善良宽容，她大度到可以把自己的孩子让你去寄养。她不像你，自己生不出来孩子就在茶叶里边下银针。她善良，那
那我倒要让各位媒体看看，自导自演吞银针的小三到底有多傻。这楚小姐好端端的把银针藏在袖子里干什么？宋小姐该不会真是被陷害的吧？自导自演啊！宋书姐，以后就由我的孩子来继承陆氏了。以前你虐待我的那些事情，我原谅你。妙妙，妙妙，你没事吧？妙妙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视频是真的吗？你真的陷害了宋叔？当然不是，这肯定是合成的，是 P 的。陆总，你知道我有多看重这个孩子的，我怎么可能拿你唯一的骨肉开玩笑呢？唯一的骨肉还是野种。宋叔，陆时燕那个蠢货，还真以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呢。虽说陆时燕的那一半股份跟宋叔的绑定在一起，我动不了，但那死老太婆手里还有一半，那老东西可宝贝你孩子了。这股份不愁我们骗不到手。宋叔这个贱人，竟然真的有证据！不行，不能为了股份再冒险了，我得赶紧撤。伯母，如果真的像宋叔编的那样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陆总的，我昨天怎么可能答应做穿刺鉴定呢？还不是因为穿刺鉴定第2天才出结果吗？宋书记，就因为家宴那天，伯母把一半的股份分给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所以你就要不择手段的除掉他吗？好，宋书记，算我求你，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好不好？你别再造谣了。妙妙，你快起来，伯母相信你。宋叔，医院的体检单和亲子鉴定马上就会出来了，等文件到了之后，我看你还能狡辩到什么时候？陆总，医院6年前的体检留档调出来了。不好，不能待下去了，我得赶紧走。妙妙，怎么了？伯母，我肚子突然有点痛，我想去休息室躺一下。宋叔，这份文件是我亲自从医院里调出来的。你口口声声的诬陷我说我有死精症，好，今天我要当着所有媒体朋友的面把它打开，我要让你无话可说。小叔，赶快给时燕道歉，一家人闹得这么别扭，多难看！儿子，你把单子拿给媒体看，今天一定要让这个毒妇……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什么不可能？死精症！哼，肯定是假的呀！我儿子、孩子都有了，怎么可能生病啊？宋叔，是不是你买通了那个医生？是不是？陆时燕，这单子可是你自己亲口说你亲自调取的，现在事实摆在面前，你还是不敢承认自己有病的事实？不可能！王医生他亲口告诉我说我根本就没有。王医生，王医生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赶紧跟宋叔、苏哲的记者解释一下，我没病啊！6年前的那场车祸，我根本就没有确诊死精症。
王医生，陆总说的是真的吗？哦，对了，宋小姐自己生不了，却污蔑陆总有死刑证，还想逼楚秘书打掉自己的孩子。王医生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？6年前，宋淑女士找到我，让我替陆总隐瞒不能生育的事实。我以自己终生职业生涯肯定，陆总确实患有死刑症。不对，如果他患有死刑症，那楚妙妙是怎么怀孕的？不对，这该死的楚妙妙把我们当枪使了！快走，快走！你胡说！妙妙都怀了陆家的金孙了，一定是医院确诊失误，是个庸医。你说的是陆总昨天安排的穿刺鉴定吧？正好，我今天来是给陆总送鉴定结果。无血缘关系了。妙妙肚子里孩子不是我的，那会是谁的？妙妙，你最好给我……啊，出来骂人呢！他说他身体不舒服，去休息室躺一会儿。儿子，他人不见了。这个贱人，他肯定知道事情会败露，所以就跑了。这个天杀的呀！他肚子里竟然真的怀的是个野种啊！楚妙妙，你怎么敢的？你他妈敢骗我！宋叔，你笑什么？你一定要这么狠毒，见不得我们陆家有后吗？我笑你蠢呢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楚妙妙算一算，应该已经到你们老宅别墅了吧？哎，你们说，她跑路之前会做什么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如果陆家收藏的贵重物品对她毫无防备的话，那恐怕以后你和陆时宴就只能流落街头，无家可归了。妙妙，以后陆氏集团就交给我的金孙了。妙妙，这是我所有的房产，都是市中心的别墅和商铺，价值上亿，以后啊，都交给我的金孙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别墅，我的股份，我的商铺。儿子，你赶紧回别墅。昨天晚上，我把那个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了那个贱人啊！你说什么？保险柜？起开！都起开！哎呦，真没想到啊，原来生不了的是陆总啊！陆家的新闻稿，明天的热搜第一，妥了！大新闻，走走走，快快快，走走！小叔，妈错了，妈错信那个满嘴谎话的贱人啊！妈求你了，求你原谅时宴，跟他复婚好吗？复婚？小叔，当年时宴为了娶你，跪在门口3天3夜求我同意。他那么的爱你，就因为他想要一个孩子，你就决心要跟他离婚吗？有一句话，你确实说对了。那
小叔，只要你能够理解马和实验就好。那你决定什么时候跟实验那个啊？我决定永不原谅，因为我确实绝情。小叔，叔叔，你回来！陆家疯了没有你呀？反正事情已经办了，宋叔名下的那份股份我也拿不到，那这些我全部都要拿走。看来陆家所有的家产都在这里了。都拿到手了吧？都在这里了，这些钱足够我们去国外逍遥一辈子了。我去找好买家了，赶紧把这珠宝茶叶低价出手，晚上7点的飞机，等到国外，我们就安全了。好，走。楚妙妙，你怎么敢呢？现金呢？啊，金条呢？楚楚，还有西区那3块地的转让合同，没了，全没了。楚妙妙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怎么敢呢？我要杀了你！啊！这个姓楚的烂货，他骗我们说肚子里的孩子是陆家的，我的珠宝，我的钱，还有杜氏集团40%的股份，这下都没了。他怎么敢？他怎么敢？儿子，快报警！我要让这个贱人牢底坐水！对，报警！喂，我要报警！楚妙妙，他把我所有的股份都给骗走了，还有什么？连名字都是假的。连名字都敢骗我们啊！哎呦！我为了他肚子里的孩子，不惜和宋叔闹到离婚的下场。他害得我倾家荡产，到头来连名字都是假的。是我有眼无珠，不听宋叔的劝告，直到最后我才发现真相。我活该，我该死，我愚蠢，直到最后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，是我活该，我愚蠢。儿子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们还有房产，我们还有很多的产业链，我们还可以东山再起。妈，你说的对啊，我还有这套别墅，这套别墅价值1个多亿，我只要把这套别墅卖了，我就还有翻身的资本。对。陆总是吧？你是谁？这套别墅已经被我们银行拍卖了，给你们10分钟收拾东西离开。拍卖？我没有拍卖别墅啊！妈，是怎么回事？
苗，这是我所有的房产，都是市中心的别墅和商铺，价值上亿，以后啊，都交给我的亲孙了。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话呀！这个别墅，昨天下午我送给楚苗苗了。她昨天晚上还让我跟她签了一份过户协议。我没想到，我真没想到啊！所以，现在我名下公司、房子、车子、金条，我所有的一切都送给楚苗苗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？啊！儿子，你别瞎妈呀！儿子，时间到了，把别墅不相干的人请出去。不要！这个贱人，我对你那么好，我对你像亲生女儿一样，你怎么能这么骗我呀？开门！妈，你醒醒了吗？妈，你怎么能把副卡给楚苗苗的呀？300多万你的账单，你让我怎么还？楚苗苗，你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陆时燕，这一切都是你应有的报应。宋总，楚苗苗低价转卖的别墅、商铺、珠宝，我都低价收购，高价转售出去了。这么多产业，价值数亿资产，他居然只出价2个亿。他着急变现去国外。 2亿从楚苗苗手里接下了陆家这些资产，但却转手卖出8亿的高价。我都想谢谢他的成全了。宋总，下午5点，楚苗苗约我们在餐厅商谈收购股份的事情。那就用这转手卖来的8个亿，把他的股份买回来。 林总是吧？直接谈正事吧。你手里有陆氏集团%多少股份？合同带来了吗？40%。你也知道陆氏集团在本市的地位，市值100亿。我手上这40%的股份，价值不可估量。 合
合同没问题，开个价吧。按照市场价值，这些股份少说价值上百亿。林总要是……你也说了，这是市价估值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手里的股票得来的手段也不光彩了。要是接手不当，恐怕会背上官司。那你说多少？好，80亿就80亿，但我现在就要打款。8个亿。8个亿！你知不知道这些股份价值多少钱？你疯了！这不可能，绝不！楚小姐，我没疯，是你太着急变现了。你可以不接受，或许等到明天你再来找我。慢着！慢着！8个亿我接受，但我现在就要钱。签转账协议吧。合作愉快，公司财务会在2个小时内给你回款。宋叔这个贱人怎么会在这里？还好我戴了口罩，他肯定认不出我。宋总，股份买到了，做得很好。宋叔，你怎么会是你？你是他的老板？反应那么大做什么？看到我就那么惊讶？你怎么会知道我要卖掉陆氏的股份？不对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现金，能买下40%的股权？你忘了，我清空了宋家所有的产业，那些产业让我卖了2个亿，所以你低价出售的那些房产和珠宝，就是被我用2个亿收购。所以你低价出售的那些房产和珠宝，就是被我用2个亿收购的。所以从那个时候，你就算到我会卖掉股份。你错了，家业那次你想侵占陆家1半的资产，我就知道了，你没那么容易满足，所以你的那些房产和珠宝，我转手又卖了8个亿，用来收购你的这些项目。用你的钱买你的东西，你不高兴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一直以为这个贱人不过是一个攀附豪门的花瓶，没想到我差点栽在他的手里。算你狠，宋叔，你贪心不足，迟早会遭报应。贪心不足，确实会遭，但那个人可不是我。算算时间，陆时也该过来。我说过，会让你们后悔。喂，
要报警。对，这边门口有人在打架。对，你们赶紧过来吧，人命关天。好。主任啊，真是让我好小啊！陆总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如果我现在不在这，你是不是就和那个野男人双宿双飞，跑到国外逍遥快活去了？不是这样的，陆总。楚苗苗，肚子里的孩子明明不是我的，你为什么骗我说这是我陆家唯一的骨肉？你这个贱人！你害得我离婚净身出户，骗走我陆氏集团的股份，卷走我陆家的财产，你怎么敢的？你怎么敢的？救命！救命！别！我要杀了你，你个贱人！我真的错了，我错了，你这个下贱的烂货，你还想求饶？你还我的珠宝，我的房产！你把我们害得那么惨，你还想去哪里？你还我的房产，还我的珠宝！你怎么不说话？苏明阳，你给我起来！你别装傻！你把陆家的东西给我还回来！起来！别装死！起来！杀人了！不是我，是他自己摔倒的，不关我的事儿。叔叔，你是看到的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我看到了，叔叔，我就知道，虽然你给我们闹矛盾，但是你心里还是有我们的。以前的事儿是妈错了，妈给你道歉。待会儿警察来的时候，你跟妈做个证。我害怕坐牢啊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怕死。妈，他只是暂时昏迷了。老婆，现在我跟妈都已经尝到了恶果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有你，我求求你，我们回到以前吧，好不好？以前？对，回到以前。我发誓，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孩子了，咱们以后就过丁克一样的生活。老婆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在陆时宴，你哪来的脸啊？凭什么到现在都觉得不原谅你？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咱俩在一起6年的感情啊，老婆，整整6年的感情，我只不过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犯的错而已，难道你就一定要给我划清界限吗？老婆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啊！你不是不想失去我，你只是不想一无所有。陆时宴，体面一点吧，不要让我看不清。老婆！我只不过是想要一个孩子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接到报案，说这里有人斗殴，谁是陆时宴？他们就是。该死的，警方怎么来了？我还怎么装烟逃跑？把他们3个带回去审问。
人举报你涉嫌偷窃、诈骗等多项罪名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四哥，四哥你在哪？救我！四哥在哪？贱人，是你报的警。面貌一旦落网，那8亿肯定就会被冻结。是你把我们害得这么惨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住手！小叔，快走！行凶杀人，把他抓起来，送到警局。你设计我，是你穷途末路，害人终害己。现在好了，你们2个都犯罪落网，那8个亿暂且我也不用通知财务大。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小叔，我刚才看他要持刀杀你，我担心你，别呀！你有数种方法可以阻止他，却偏偏要用手抓到。你在这儿演什么苦肉计？不是的，小叔，我是真的担心你，我是一时心急而已啊。哎，直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？小叔，爸被车撞了，司机逃逸，你能不能跟我回出租看看爸呀？好。其实我很好奇，你们明明就不爱我，为什么要装得很爱我？小叔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？还不出来吗？二姐，你不能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太心狠了。你离婚留下那么多财产，全自己独享，我和父母只能住租房吃外卖。所以你想干什么？我要你财产的1半，不，7成，不，9成。对，给我9成，你就还是我姐。要不然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小叔，你就把钱给弟弟吧，他们这群人要钱不要命，都是有案底的，会毁了你的。你不是说爸撞车快死了吗？所以爸妈也参与了，对吧？小叔，你就把钱给爸妈保管吧。你说你一个女人又离异，身上拿那么多钱会遭人眼红的，而且这么多钱你也保管不了啊！你交给爸妈，让他们替你保管啊！好了，大姐，不要再跟他废话。既如此，你们几个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了，好好凌辱他。我就不信这样还找不出来他的钱在哪儿。小叔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可别怪我们。证据确凿，都抓起来！住手！
苏叔，你故意的，你早就知道。苏叔，你故意的，你早就知道。有一句话呀，你们说对了。这数亿财产，连我的亲人都眼红嫉妒，我确实得时刻提防着点儿。所以，我请了本市最好的安保团队，24小时贴身守护。大姐，我这数亿财产，我身后的安保人员替我把握的不错吧？可惜你们敲诈勒索，往后就在牢里度过。小叔，我不是那么想的，我是真的怕你保管不了那么多钱，我是真的想帮你啊，小叔。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做错了。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是宋家的独子，你不能报警把我抓进去。我说过的，你们走就不是。麻烦把证据移交给警方。是，宋小姐。全部带走！不要！你不能抓我！小叔，我们是真的为了你好，小叔！姐，不能，你不能带走！姐，小叔，我们是为了你好。现在有请我们公司新任董事长宋书理事，为宋氏集团更名剪彩。感谢各位的信任，接下来我会带领宋氏集团走向国际。集团的成功离不开各位员工的努力。宋董事长一上任就给公司重要骨干加薪50%，确实有魄力。是啊，是啊。请问宋总，您年纪轻轻就成为了本市的女首富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要感谢我的前夫，是他让我知道，婚姻并不是一个女人的依赖跟保障，事业才是，自我才是。叔叔，如果当初在医院，你没有撞上我带楚淼淼产检，会不会我们会是不一样的结果？叔叔。